这是一个邪恶的冰淇淋怪人，他做的雪糕只要吃上一口就会变成胖子。小女孩毫无防备地跑来买雪糕，冰淇淋怪人去路上意外捡到一把炮筒，小特提议把冷冻液倒进去，或许可以对付冰淇淋怪人。今天就用其人之身还治其人之道。另一边的小明被冰淇淋怪人围堵在了死胡同，眼看就要被抓住，白毛他们及时赶到，冰便吃陌生人的东西了。喜欢的小伙伴点赞加关注，看看苏醒后的冰淇淋怪人会放过他们吗？邪恶的冰淇淋怪人有多坏，只要被他看上的小孩就会被冻成冰块，带回自己的实验室。贪吃的大伟做梦也没想到，只是买了一根5毛的雪糕，没想到却被冻成了1块的冰棍。楼上的白毛三人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冰淇淋怪人带走，等他们冲出来时，冰淇淋车已经驶远。他们在原地发现了一张名片，很有可能是冰淇淋怪人故意留下的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还是救人要紧。白毛按照地址找到一家冰淇淋店铺，他们偷偷地溜进来，没有发现一个人，却在厨房看到一把斧子和染红的案板。难道大伟已经？白毛戳了一点尝了一下，原来是草莓汁。小特差点被吓死。这时白毛发现墙上面有很多纸条，是变胖冰淇淋的配方，还有冰淇淋怪人的复仇计划。老王还发现一本受害者的名册，看来他是有备而来。小特提议应该想个办法阻止他。白毛忽然发现冰淇淋怪人的身影，3个人赶紧藏了起来，在门缝中看到冰淇淋怪人好像把什么东西藏了起来，然后制作了一杯神秘的饮料，喝完之后竟然把一个苹果冻成了冰块，这么神奇吗？等他走后，3个人出来查看，正好撞见冰淇淋怪人正在擦玻璃，他们只好保持不动，太危险了，小心脏都要跳出来了。他们看见冰淇淋怪人开着车离开，白毛还是决定先去找他藏起来的东西，但是保险箱有密码，他们打不开。小特却打开了收银机，里面有一把钥匙，小特赶紧去开保险箱，还真的打开了，里面有一张地图，或许大伟被带去了这里。他们按照地图来到一处露营的地方，四周非常凌乱，到处洒落着小孩的玩具，还有刚刚熄灭的火堆，处处透露着诡异。白毛找到一本笔记，是冰淇淋怪人的日记，上面写着他小时候因为太胖经常被欺负，所以他就发明了变胖冰淇淋，还要抓来小孩做实验，让他们都变成胖子。这个计划也太邪恶了。这时冰淇淋怪人的声音响起，3人悄悄跟着他来到树林里，看到他正在挖坑埋东西，该不会埋的是大伟吧？等他离开后，他们赶紧跑过去扒拉泥土，很快找到一个小盒子，打开一看，是一张纸条，原来是解冻的方法，有了这张纸条就可以救大伟了。他们赶紧去追冰淇淋怪人，眼看着他就要走了，小特提议让老王伪装成小孩去吸引他，但是我有胡子啊。没关系，你个子矮。老王只好硬着头皮上。冰淇淋怪人远远地看着这个漂亮的小孩，非要送雪糕给他吃，但是老王告诉他妈妈不让吃陌生人的东西，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。冰淇淋怪人准备去抓老王，老王只好跑着把他引开。白毛和小特赶紧去车里找大伟，但是车里并没有人。另一边的老王跑着跑着突然绊倒了，冰淇淋怪人趁机冻住了老王。白毛远远地看见老王也被抓住了，他们2个只好躲进车里，和老王一起被带走。这时小特想到，他们拿到了解冻的方法，或许可以救老王，然后在车里到处搜集制作的材料，还好冰淇淋车里什么都有，接着把所有食材混合在一起，终于做出了解药。白毛学着电视上的方法，喝了一口，然后喷在老王的脸上，一点效果也没有。到底哪里出错了？原来纸条后面还有一行小字，他们还差一种配方。这时车子突然停了下来，冰淇淋怪人抱走了老王，他们也紧跟着下了车。白毛发现车前面有一种药水，很有可能是制作解药的那款。不管3721，先加进去再说。这座房子肯定就是冰淇淋怪人的老窝，不管有多危险，他们必须进去救朋友。你们愿意点个赞帮助白毛他们吗？然后2个人偷偷溜进了房子里，楼下什么都没有。他们悄悄地爬到了楼上，看到了被冻住的大伟，还有冰淇淋怪人正在强迫一个小孩吃冰淇淋，然后小孩就变成了胖子，下一个可能就是大伟了。小特提议他去引开冰淇淋怪人，让白毛找机会救大伟。小特深吸一口气，大喊着他也要吃冰淇淋，来的正是时候，正好做我的实验品。小特赶紧跑，冰淇淋怪人在后面追，白毛找准机会赶紧去救人，看到还有3个受害者，白毛问他们铁笼的钥匙谁知道在哪，男孩告诉他被冰淇淋怪人藏进了草堆里。白毛先放走了3个小孩，然后找到一块磁铁，去草堆里找钥匙，磁铁很快就吸到了钥匙，他赶紧去开铁笼，然后为大伟吃下解药，果然奏效了，大伟恢复了正常，接着要去找老王。另一边的小特跑进了厨房，在冰箱里发现很多冰淇淋，于是他做了一个冰淇淋陷阱，不出意外，冰淇淋怪人被冰淇淋滑倒了。小特以为他摔死了，高兴的手舞足蹈，没想到下一秒就被冻成了冰棍。另一边的白毛终于找到了老王，也成功解冻了他。当务之急要赶紧找到小特，他们看到小特被冰淇淋抓住了，躲在门后面不敢轻举妄动。正当他们商量对策时，
冰淇淋怪人被一颗球打晕了，原来是逃跑的3个小孩干的，他们也太棒了！几人合力把冰淇淋怪人绑了起来。小特也拨打了报警电话，这下冰淇淋怪人不会出来做坏事了吧？不得不说，白毛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，你们愿意给他留个关注吗？半夜12点和喇叭怪人捉迷藏有多吓人？只要不被找到就能安全的离开，不然就会变成他的食物。喇叭怪人不仅有12米高，还有一双细长的手臂，头上的2个喇叭时不时的发出刺耳的声音。在这深山老林里，他们只能跑得越远越好。老王藏在了灌木丛里，他认为这么矮的地方，喇叭怪人肯定看不到，再戴上一顶锡纸做的帽子，或许会干扰他的信号。殊不知喇叭怪人已经盯上了他。大伟找到了一个洞口，阴森森的让人很害怕，但是想到喇叭怪人，他果断钻了进去，再用一些树枝堵住洞口，喇叭怪人肯定进不来。小特已经跑得很远了，前面有一个废弃的房子，他决定就藏在这里，里面竟然有一个狭小的砖洞，钻进去才发现墙上贴满了喇叭怪人的照片，还有人类生存的痕迹，地上洒落着各种零件，很有可能是一些研究人员。小特又找到一台电脑，里面是这片森林的地图，还有喇叭怪人的位置。这时对讲机里传来声音，白毛让他去老橡树那集合。小特并没有多想，朝着老橡树出发了，但是白毛的声音一直在催，让他快点，再快点。这种语气好奇怪。小特看了一眼地图，老橡树就在喇叭怪人的旁边，而对讲机里的声音越来越奇怪，命令他立马过去。反应过来的小特马上意识到这声音肯定不是白毛，可能是喇叭怪人伪装的，没想到他还会模仿声音。害怕的小特赶紧返回旧房子，白毛这边顶着刺耳的声音到处找藏身的地方，但是墙壁上的这些警告语让他不敢停下。墙角处还有一个行李包，白毛打开一看，里面有一个耳机和无人机，他赶紧把耳机戴上，声音小了很多，然后用手机控制着无人机飞向高空，查看一下外面的情况。忽然发现喇叭怪人就在头顶，白毛吓得赶紧跑，黑暗中踩到一个东西，仔细一看是老王的眼镜，那他人去哪了？原来就在旁边傻站着。白毛不理解他在看什么，老王突然发出机械的声音，难不成他被喇叭怪人控制了，成为了一台广播？用什么办法才能让他恢复意识呢？白毛忽然想到脖子上的耳机，放一首他喜欢的歌曲，或许能让他醒来。突然打了个喷嚏，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，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。音乐的力量果然唤醒了老王，他只记得喇叭怪人袭击了他，然后就被催眠了。白毛决定带他一起离开。另一边的小特找到一张图纸，上面记录着用天线可以干扰喇叭怪人的信号，用这个就可以自救。小特赶紧把天线组装好，按照图纸把地上的零件装到天线上，拿到外面的空地，打开开关，希望真的有用，然后通知其他人赶来这里。而大伟这边藏得太严实，很无聊，竟然大声叫嚣喇叭怪人：大笨蛋，快来抓我呀！傻子才会怕你呢！没骂几句，喇叭怪人果然出现了。大伟害怕了，赶紧道歉，刚才的嚣张气焰瞬间消失了，然后赶紧跑。4个人终于碰到了一起，但是外面的天线却被大伟撞倒了，眼看喇叭怪人就要追来了，他们只能往外面跑。好不容易找到一辆车，却不能启动，还好白毛很聪明，车子终于启动了。他们以为暂时安全了，真的安全了吗？5米高的长腿怪和10个人类玩捉迷藏，谁能坚持最后一个被找到，就会赢到3万卢布，反之就要受到严重的惩罚。小白把垃圾袋套在头上，伪装成了一堆不起眼的垃圾。胖哥的脑海闪过1万个为什么，现在不是春天了吗？这片森林怎么阴森又寒冷？准备的迷彩服还不保暖，不被吓死可能会被冻死。他蜷缩在树丛中静静地等待着，这里一点食物也没有，不知道长腿怪吃的什么长这么高。另一边的老王穿了一身狗熊套装，伪装成了可爱的熊二。森林里多一只狗熊应该不奇怪吧，况且他还会站着跳舞。杰克打算藏在充气船上，火速换了一身黑色的衣服。长腿怪应该不会游泳，他故意离岸边远一点，爬在上面黑压压的，完全看不出来是人。冬梅做了一个银色的铁桶，钻进去大小正好合适，银白色和周围的雪地融合，确实很难发现。乔治换了一身棕色的衣服，然后爬到大树上，准备和大树融为一体，颜色很相似，只要不掉下来就没人看得见。阿伟用纸板做了一个雪堆，就是有点太小了，缩在里面几乎不能动弹，但是隐蔽效果还是很好的。而小兰竟然整出一个分身做诱饵，自己则藏在后面的树丛中，坐收渔翁之利。小美的身材娇小，她直接钻进了汽车下面。长腿怪这么高，肯定看不到下面的东西。聪明的小明找到一个废弃的帐篷，这么冷的天，藏在这里才是明智的选择，而且帐篷的位置也很隐蔽，10个人都已藏好。长腿怪迈着3米的大长腿已经开始了寻找，他们仿佛意识到了危险，躲在原地不敢出声。怪物的嗅觉灵敏，而且熟悉地形，不知道谁会被第一个找到。当他经过河边时，一眼就看到了船上的杰克。虽然不能下水，但是有一根绳子可以将船拉回，还是大意了。杰克看着缓缓靠近的长腿怪，
吓得双手抱头，等待他的惩罚将是刺耳的超声波。长腿怪继续寻找，乔治还在悠闲的自言自语，完全没看到怪物已经来到了身边。怪物让他麻溜的下来接受惩罚，然后一巴掌就呼了过去。还好他脸皮够厚，一点也不疼。长腿怪围着树林转了一圈，忽然发现脚下的铁桶，打了一下竟然有反应。冬梅很害怕，怪物一点也不怜香惜玉，让他围着森林跑5圈，跑不完不许回家。已经找到了3个人，那7个人藏哪去了？他从阿伟的雪堆旁经过，阿伟好奇的伸头查看，尽管隐藏得很好，但怪物已经闻到了人味，一巴掌打在雪堆上，找到了缩头的阿伟。他的惩罚是吃掉1块臭奶酪，臭香臭香的，和猫粮的味道差不多。只剩下6个人了。长腿怪闻着味道又找到了胖哥，你不是喜欢吃吗？那就喝一杯河中的冰水，几乎零下的河水不但拔凉，还有很浓的海草味。胖哥在这边慢慢品尝，怪物又发现了下一个目标，原来是个假人。红弄鬼呢，做的这么假。小兰在逃跑的时候还是惊动了怪物，费尽心机还是被找到了。他又看到路边的垃圾袋，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我何时用过垃圾袋？小白也不再伪装了，害怕地盯着怪物。2人也接受了难受的惩罚。小美鞋子的刺眼反光条正好暴露了自己，她也被找到了，只剩下2个人了。天已经很黑，雪也在下个不停。小明在帐篷里点燃了火堆，温暖舒适地等待着胜利。而老王一直偷偷尾随着怪物，但还是被发现了。他的惩罚是吃掉1勺沙子，看着好像是巧克力味的。只剩下小明一人了。他终于发现了帐篷，找到了会享受的小明。他轻松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到了奖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会藏在哪呢？